这个主卧的空间啊。就是一般平时我们睡在这边是有仰望的天空，这边有个瞭望塔哎，哦，这上面是。嘿，萨瓦迪卡，我是盖盖头。然后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套，我们不说豪宅了吧，就是一套大宅子。但这套宅子其实跟我们之前拍的那套5500万的有点像，它也是以柚木为主要元素的一套大宅子。但是这套宅子一进来哦，给我的感觉它更像一套民宿。可能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套房子结构啊，它是一栋连着一栋，但是它是一整套的，所以说它的整个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小酒店，或者说一个民宿，或者说一个小客栈。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它整个院子里面的设计哦，它不是说大面积的一个草皮，它是在每一个草皮它有一个分区，然后中间会有一个个小走廊，然后分隔成很多的一个区域。其实我刚才也在问房主，就是哪边是真正的入户门，因为它的门有很多。后来我们决定把这个作为真正的入户门，因为我感觉每一扇门都可以做成一个正门。这个正门一进来以后，这两边会放2个户外的桌椅，可能会方便你去穿鞋啊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泰国室内基本上是光脚的。然后这个入户门一进来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都是柚木的元素。它从纱门到它的一个正门，到地板，到它的家具啊，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很有特色的一个就是它的吊顶，它的吊顶也是柚木结构的。所以说这一进来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外厅。但是这里面也是有好多个厅，我都没法去辨别哪一个是真正的主客厅啊。反正大家就自行脑补吧。因为这个房子现在里面是没有人住了，因为主人已经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。现在这套房子应该就算是一个可以完全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我们从这边吧，从这边开始吧。然后从我们入户门一进来，我的右手边，对，右手边它会通过一个两边都是玻璃很通透的一个长廊。通过这个长廊。这边是有门的这边门就可以直接到户外，所以它这边是4通八达。通过这个长廊一过来，这边就是一个餐厅，我最喜欢的圆桌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圆桌面也是一个柚木的，所以这整套房子的元素全部以柚木为主。然后这个餐厅旁边就可以直接到户外，所以我刚才说很多的入户门。然后餐厅旁边，它就是一个厨房。进入厨房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餐桌，它就类似于我们如果现代化设计一点的话，就类似于一个中岛，就可以在这边吃东西啊，吃一下简餐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整个厨房的状态，包括外面的状态，全是用保鲜膜或者玻璃纸全部封存的一个状态。通常我介绍厨房的时候，会跟大家说一个室内厨房，然后我喜欢一个室外厨房，然后室外厨房可以爆炒。这是厨房连厨房，一个内厨，一个外厨。这边一个外厨，我感觉就是一个我们所谓一个像室外厨房一样，它把这边窗完全可以完全打开，然后我觉得这边就可以完全爆炒啊，然后做料理啊，里面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内厨。我觉得这个设计也非常好。其实在这边爆炒，因为它比较开阔嘛，它的油烟也会排出去会比较快一点。然后这个外厨这边还有一扇门其实内厨还有一扇门，我们都要去看。外厨这边一扇门出来以后，这边就是另外一个空间了。然后这边洗衣房，我感觉这一块应该就是保姆间的一个区域。然后保姆间区域，我们等会儿绕到外面，绕到车库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跟大家介绍。然后到了这边，我们再回到内厨，内厨旁边这边还有一扇门，真的是像迷宫一样4通八达。内厨这边，它这边完全可以直接又通回到我们刚才的客厅的一个区域。那这边是有一个小的卫生间，它这边的卫生间。应该就是1楼的一个公共卫生间，台盆、马桶它是没有淋浴的。大家可以其实看就是它连卫生间的门、卫生间里面的装置也是全柚木的，所以它的这些用料真的也是挺下血本的。然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长廊，右边的长廊通过去，我们已经看完了以后，我们走到左边的长廊。那边还有一间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一个储藏室。它的储藏室还挺大的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。这个储藏室好像比我们家那个储藏室都大你进来看一下。还有，它其实这个是楼梯嘛，楼梯下面就是一个储物间，这个储物间其实很深。然后我们从主入户门进来的左手边的长廊一样，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，也是有一个两边玻璃通透的墙面。然后到了这一边，
它这边有很多的门都可以直接通向户外，包括这个长廊也有门，包括这边也有一个可以通向后院的。它这边所有的后院全部硬化的。我在上几期视频就说过，很多的豪宅它就不需要大面积的草坪，基本上都是硬化，因为相对来说，在泰国，你如果要草坪很大，那很方便很便宜，但是如果硬化的话，大家都知道硬化价格是很贵的，比较讲究一点的话，都会选择硬化土地。然后这个长廊一过来，1楼有一间客房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客房，但是它是2间客房连通共用一个卫生间的。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啊，这里有一个长廊，一进来以后，这边是一个洗手的台盆，所以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有点像酒店或者民宿？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卫生间，又有一个台盆，内洗手盆、外洗手盆，然后这边是马桶，然后它的淋浴空间特别大，你可以进来看一下，它的这个淋浴空间像个小房间一样。可能家里也有老人，所以他会做了一些扶手，但是这个淋浴空间不是我们所谓淋浴房的这种概念，它是淋浴间，就特别大。从卫生间出来以后，我们就通向了另外一间客房，其实就是也是一个标准客房。它这套房子其实就不像我们之前拍的一些样板间，它每一间的设计都不一样，它其实每一间的设计风格都是很统一的，全部柚木，包括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吊顶都是柚木结构的。然后这间客房也可以直接通向户外，它基本上处处都可以直接通向户外。我觉得这种房子就比较适合我这种喜欢户外的人。从1楼的第2间客房出来以后，我开始以为这边又是一个客房，其实不是，这边又是一个算是偏厅吧。刚才我们一进入户门有个主客厅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偏厅。这个偏厅它的功能，我觉得就大家自己去想吧。因为它的厅太多了，我没法去把它细分化。我觉得每个地方都可以作为一个喝茶、聊天，然后聚会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偏厅跟刚才右边的餐厅一样，它是直接可以通向户外的。但是它这边通向户外以后，就跟刚才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这个户外的一个空间特别大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啊，跟着镜头往上看。这个挑高特别高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顶上也全部是柚木结构的，一根一根刺其实是鸟刺，它以防很多鸟在上面筑窝啊，然后会比较脏，所以它上面连鸟刺啊全部做好了。这个空间因为它的层高关系啊，就会感觉特别开阔。另外坐在这边，你就会感觉这真的是很泰式、很泰国的感觉，有点像这种云南那边一些吊脚楼啊那种感觉。左手边区域我们也看完以后，我们去2楼。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柜子啊，都做的特别的精致啊，我就特别喜欢像，以前我们也拍过一些日式的二手家具店里面，它做的一些家具啊、榫卯结构啊，做的特别好。然后这些柜子也都是柚木的，然后做的特别精致，所以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包括在房价里面。这个楼梯也特别开阔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基本上手可以张开。另外很多的这种长楼梯就怕里面很暗。但是它做了很多的这种玻璃的结构，透光性特别强，所以不会感觉特别压抑。然后到了2楼，一上来又要得分左手边、右手边，我们直接从右手边。这个长廊是不是应了我刚才说的那一句，很像民宿，真的特别像民宿。然后它2楼的风格设计也跟1楼特别统一，全部是柚木的。它这边有很多这样的格栅的一个结构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哪边是门，哪边是装饰墙。所以我让房东把所有的门全部打开，那样我可以看到哪一个是真正的门。然后我们从第1间开始看啊，这一间应该就是又算是一个客厅吧，但是我感觉啊，这个很明显的应该算是一个影音厅，因为它这边做了很多这种架子，我感觉有点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，CD 啊、磁带啊这种放 CD 的架子、放磁带的架子。这边是有一个电视柜的一个设计，另外这边可以坐、可以躺，贵妃椅，2边贵妃椅。然后它这边其实每一间房啊，它的顶跟着摄像机往上看，它的顶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，所以这套房子总的来说它的造价会非常的昂贵。我发现这个房子有很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你走到哪儿都不用原路返回，我们那扇门进来的，这扇门可以完全支出来，然后出来了以后呢，就是你得过来。我们从这扇门出来以后呢，还有对面，对面还有门。这边其实就是又是一个小小的储藏间，所以它特别的像酒店，因为2排你都可以到处走。
然后我们又要回到对面的空间，这个斜对面，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书房的结构，它有2张书桌，然后这边肯定就是书架了嘛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书房的一个区域。然后我们从书房出来，再经过走廊，这边有点像。就像我们上次拍的那套房子，2楼它会有一个像吧台，然后我说我们家也改造了一个这样的吧台，其实这真的特别方便，你可以在下面可以放个冰箱，然后这边可以放点吃的喝的，就不用走下楼梯特别麻烦。我觉得2楼必须要有一个这样一个空间。然后我们来到这边，这边算是主卧吗？我感觉像是主卧。这个卧室要比刚才楼下的2间这个卧室要大，而且这套卧室里面是配有衣帽间的。这个衣帽间啊，其实说实话，这套房子差不多有10来年的房龄了，但是我自己来看的话，真的看不出它的很多设计啊、结构啊，我觉得又偏传统的这种柚木的结构，但是又符合了一些现代人所需要的一些功能性。你像这种柜子，展示柜就很像上一期我们拍的3000多万那个宅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衣帽间嘛，它的结构特别像。然后我们来到这边，这边真的这套房子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民宿，一个小酒店，它是一个套房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台盆、马桶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储物的架子，然后它这边是有个淋浴房的。它这个淋浴房的空间也很大而且一般来说，我们别墅里面的这种卫生间里面，它都是一个小气窗，它是有一个观景落地的一个窗，如果你要私密一点，可以把百叶窗放下来，但是如果对面其实没什么人，我感觉一边洗澡一边看着外面，这个感受挺舒服的。然后我们从这一间卧室，我只能说卧室，这是应该第3间卧室了吧？然后出来以后，正对面是不是很酒店？2边都是，正对面就是一间房。这间算是主卧了吧？那么大。我们先从这边进门看吧。这边是个衣帽间，这个衣帽间比刚才那个衣帽间还要大，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。它是有一个。因为它这边全部是玻璃的一个元素设计，所以感觉更大了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梳妆台，然后这边所有的全是衣橱，包括对面也都是衣橱。然后这个衣帽间过来，这真的是套房。那房间里面还放了个冰箱。我刚才说我们有时候要吃点东西啊，喝点水啊，可以去2楼的一些吧台，这个直接不出房门，就直接在卧室里面就可以有了。我感觉这间套房要卖的稍微贵一点。然后过来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主卧了。然后这的马桶的区跟我们上次拍的那套有点像，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。另外这边有一个台盆，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吗？也全部是木质结构的。因为这个淋浴房，这个淋浴的房的空间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淋浴房其实差不多大，非常宽裕。另外，我为什么说这个是主卧？因为主卧的标配就是有一个浴缸嘛。我把百叶窗拉开来啊。这边除了上面有气窗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景窗。这个窗外面啊，不光观景窗，这边是有门可以出去的。真的就是，好情趣啊。就是外面，如果按照我来说的话，我可能这边会放一些那种树木啊，做成一个热带雨林的这种结构，然后这边封起来可以养一点蜥蜴啊，一边洗澡一边看着雨林的结构，哇，太舒服了。然后这边非常开阔，别家人也不太能看到这里面，因为这边有树啊遮挡。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。因为我刚才进来只是粗略看了一遍，觉得好像每一间房间布置啊打造的也都差不多，好像没什么亮点。进来一看，我们刚才逛了那么久，说了那么多，还没有进入主题，我们还没有进入主卧，这个主卧的空间啊，哇，真的好大好大。我一直在吐槽我们家啊，就说我们家的主卧面积太大了。我感觉就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还没有到太大，一旦到了太大的地步啊，你就不会觉得大了。真的，这个空间就特别宽裕，特别舒服。另外，我要说这个顶，你睡在这边啊，就是一般平时我们睡在这边是仰望着天空，这个顶就非常
小清新，就像一个小木屋，就很多人很梦想化的一个设定，就是住在小木屋里面。这个我感觉每间房你都住在一个小木屋里面，它像是一个酒店，像是一个客栈，但是呢又让你很有家的感觉，就其实很想一直长期住在里面的感觉。所以如果做成酒店的话，它的生意一定会很好，它的回头率也会很高。然后我们从主卧出来以后，刚才我们上来是哪边上来的？我都迷糊了。反正我们去另一边吧，我都忘了我是走的左手边还是右手边。我们去另一边吧。刚才这一间是看过了。上来，刚才我们上来是右手边，现在我们去左手边。左手边，因为我们刚才一上来的就是一个影音室嘛，我说的影音室。然后这一间像什么？大家打在屏幕上告诉我像什么？像不像一个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上体育课，室内上体育课的一个缩小版？有些人会练练瑜伽，或者说跳舞啊，排练房。排练房有点像舞蹈的排练室，你也可以做成一个健身房，放些健身器具，完全就是一个健身房。然后健身房旁边出来以后，吧台来了。那边不是有个吧台吗？两头都有嘛，不用走很累。那可能它就得分区 ，A 区、B 区，B 区 B01房、B02房，这边是 B 区，然后这边就有冰箱一个小吧台，这个我们就不介绍了，就跟刚才是一样。然后这边过来也是2间房啊，2间房我们从这边开始看吧。虽说是个客卧，它的空间也非常大。这间房有点不一样跟其他的房间设定，它有一些这种棉线，这个叫什么线梭子，是不是这么叫的？五颜六色的，我觉得这个房间比较有特色。然后，因为刚才我们看过主卧了嘛，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面积是客卧，但是这个客卧完全是主卧的标配，就是衣帽间一样有。这边是不是拍过了？真的是刚才一模一样。大家记得刚才我就是坐在这里，一模一样的空间，我都错乱了。真的，一模一样。然后到了这边。是不是来过？没来过吗？这个淋浴不，我错乱了。这个是台棚，然后这边大家你进来看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马桶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淋浴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，感觉有时候我好像这个地方似曾相识，我来过，但是其实你是没有来过，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。我现在就瞬间，就刚才那几分钟里面，我就有点错乱了。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来过，然后从这间客卧出来，我都不知道第几间客卧了。然后到最后一间卧室最后一间卧室，这个房间没有梭子，我分辨出来了。但是它跟刚才有一个呼应对边有一个线索一样的，这边有一个，反正就是这样。它的空间面积的话，跟刚才那间差不多，一样，有一个衣帽间，然后衣帽间。这个我不错乱了，因为它是镜像的，我没有这样做过，刚才是这样做的，但是它整个设计都差不多。大家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客栈一个酒店？是吧？真的就是完全按照酒店客栈来设计的。然后台棚，然后这边一个马桶，然后这边一个淋浴。如果这间房没有更换这种红色的这种拉线的话，我真的也分辨不出，就像走迷宫一样。然后我有点喘每次看大房子的时候我都有点喘，大家可以从往期的视频看都上气不接下气。其实一边说话一边走路真的特别累。这套房子其实我们都看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会楼下的保姆间还没看。对，还有保姆间。你说的保姆间还有车库，车库上面还有一个屋顶。还赶快。然后我们从哪边出去呢？我们就从这边就刚才我们这边进来的，我们这边出去。从正门入户门出来以后，这个设计特别好。清迈有很多时候是雨季嘛，包括现在就是雨季，它随时随地会下雨。这样一个空间，如果是雨季的话，我在外面走到任何地方也不受影响现在外面下的毛毛雨、小雨，但是我们这边走完全不受影响。然后从这边，迷宫出来以后，这边就是刚才那个餐厅过来，这边还有一个空间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保姆间的一个空间。然后这算一个偏房吧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我都没来过。这个是保姆间的一个
卫生间去排盆马桶，然后淋浴。然后这边，哦，这感觉像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感觉像，对，保安室、监控室，有个电脑，然后很多的这种设备啊那些。哎，这边有个这边的保姆，你还得多加一份钱，他要兼顾你家的安保系统。然后这边应该就是保姆间了。哎，哦，这2间其实是差不多大的，我感觉可能就你这么大的房子，可能不止一个保姆。我得把它想成民宿，想成酒店，你不能只雇一个员工，这可能就员工宿舍，两边都是保姆间，然后中间这一个是公用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哦，哎，刚才我们后院也没拍嘛，我们来后院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保姆的洗衣房，这边我感觉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室外厨房，然后保姆可以在这边有自己的一个生活区域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，就后院是全部硬化的，它后院其实也挺大哎。对吧？这后院也非常大，大家看得到吗？这个后院也非常非常大。在这边我感觉有很多的，还没走完，还没走完，后面还有。我感觉这边也可以做很多的功能，因为硬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虫会很少。它虽然硬化了，但是它没有放弃绿化，所以你看这边有很多这种砌起来，这种绿化就特别好，又干净，然后又可以有养眼的这种绿化，这种树，包括你看这边的树也是，它是下面圈起来像一个花坛一样，所以这样就特别干净。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面啊，哎，这边有个瞭望塔哎，我刚才都没注意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个镜头里面这边有个瞭望塔哎，然后这上面都可以上去的。你不用上去，我上去看一下啊。哦，这上面是放的全是水箱。我们一般的水箱在家里的都是这种圆柱形的，这边的水箱要比我们普通家里的别墅要大1倍，然后它有2个，说实话上面风景还不错啊。哎，这样的好处就是很多别墅它水箱都放在外面嘛，它很占地方，而且看上去也不美观。它放在上面完全你看不到，对吧？你在家里住完全看不到。而且它这个储水量的话，我感觉真的就是一个民宿才需要这样。哎，这边我又发现了一个楼梯，这边又能上去。你还是我上去吧。哦，它等于这个是车库的点营，它这个车库是可以上去的。很多就大家看到车库平的啊，上面其实它分好几种。为什么有些车库是上不去的？它有些顶它是没有做加固的，所以人是不能站立的。如果站在上面的话会有危险，它可能会坍塌或怎么样。它只是一个遮阳避雨的一个功能。但是这种如果坐楼梯上去的话，它的车库的顶是加厚，然后是做加固的，上面是可以作为平台用的。我上去吧，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，就车库有多大，上面就有多大。上面我觉得放个遮阳伞啊。然后上面也是一个聚会喝茶聊天的好地方，然后有点下雨，我还是下来吧，有点喘。这个车库一下来以后，旁边就是车库，我在说什么？就车库顶下来以后，下面就是一个车库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主人其实跟我家一样，我家的现在的车库也变成一个室外的一个客厅了，但他有那么大一个客厅，为什么还窝在这里？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像一个客厅，但是这个车库跟我们往常的车库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车库都会直接在入户门一进来的地方，它这个车库是在侧边，因为我们的入户门是在那边嘛，就人走的入户门在这边，这边是一个侧门，它的车是从侧门进的。大家看这个很明显的，这个车库就4车位，1、2、3、4车位，特别大的一个车库。然后它的门也跟它的这个房子结构特别呼应啊，也是木质结构的，所以真有点差。所以我们现在整套房子都基本上看完了。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位置吧。这个位置其实非常好，它可以步行到 Mitchell 那个 Plaza， 就是一个广场，就类似于像嘎夫朗一样，里面有很多肯德基啊、麦当劳啊，一个很大的商业广场，可以步行过去，很近。然后这边附近也有一些国际学校。我听说现在这边的地价也很贵，因为临近这种商业广场、商业设施的地方，地价都会很贵。哎，我们走过那个瞭望台，我问了一下房东这上面是什么，因为那个很高，我也没有保护措施，我也不敢爬上去。房东说这上面其实还是个水塔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清迈，所有的水都是要靠水泵去泵的。这边停水问题不大，但是停电的话，你的水泵的压力就会特别小。它把那个水放得那么高，就是你停水的时候，它同样有压力下来。所以不管停不停电，你们家的水还是照样供应的。哎，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。当然你还是
得舍得花这个造价去造一个塔，只是为了储水。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把这套房子所有的信息放在这里。大家看到我鼻子上的汗了吗？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喜欢看豪宅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